大家好啊，我是优布。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普门品的经文。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扭卸枷锁，敛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悉皆断坏，即得解脱。若3000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积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事唱言：诸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扭卸枷锁，敛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悉皆断坏，即得解脱。我们看这段经文中的若有罪，若无罪的无，这个无啊是没有的意思。那么何为扭卸呢？可能很多人在电视上看到过，就是2块木板中间呢有一个圆形的孔，卡住脖子，2个手呢也是以木板用来固定的，放在与头部相同的位置。那么这种刑具啊就叫做扭卸。而枷锁呢相当于现在的手铐、脚镣。我们看敛系其身，其实啊这个敛系其身是指被这些刑具紧紧绑在身上，这个敛是收缩的意思。而谈到罪，究竟该如何定罪呢？其实啊在这里只是一种形容、隐喻、假设的意思。有罪或者没有罪是以法律而言的，它所讲求的是证据，这才能确定是否有罪。如果我们只是根据文字的解释，不管有罪没有罪，假使身上被一些刑具绑住，称念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些刑具就会断坏而得到解脱的话，那么究竟佛法在哪里呢？所以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啊，人是随业而来到这个世间的，我们有很多的障碍、烦恼，甚至于无可奈何。造业就要承受果报，受果报就会受苦，而受苦呢，也就等于受罪。这也就是相当于一些刑具绑在了你的身上，无法自在。比如原来你很有钱，可能因为你哪天经商失败，所以你破产了，或者你原本身体很健康，但是现在你生病了，等等等等。其实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啊，几乎都是在活受罪。而这个活受罪就像是被一些刑具或者障碍其身之物所绑住。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不如意的环境之下，无论你所受的苦是应该或者是不应该，我们不妨以称念观世音菩萨的方式去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智慧，而后呢，用这些智慧方法来调理自己，改变自己，那么不如意的事情自然的就会慢慢的消失，终究啊，你也就可以得到解脱了。所以说这一段文字啊，我们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去解释和理解，因为佛法呀，一定有其宗旨或者是大前提。这个宗旨和大前提就是以业的概念来说明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不如意的事情，以及你所遇到的障碍的事情。那么当这些事情引起我们感觉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也就是这种情识作用所显现的时刻。而这个显现的时刻，
也正是检验我们佛弟子修行成果的时刻，也就是我们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刻。所以说，真正的佛法呀，它不是让你消极避世，而是当你遇到问题时，我们应该去直面问题，并且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我们去解决掉这个问题，让这个问题从此消失。我们接着看经文说，若3000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积持重宝经过显露，其中一人作事畅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么我们看这里的满中是指夜30，而这里所谓的怨贼怨呢是一种心态，而结怨呢是一种关系，这里的贼则是行为。所以说，凡发生不好的行为，皆可以称作怨贼。但是我们不能照着名词解释，就认为是与贼结怨了。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段经文的意境所在。这里所谓的重宝，其实是指人命，因为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当遇到有危险的情况，当然会产生恐怖。所以说，这一段经文说明，如果在晚上去从事商业行为，有一位做生意的商主，他随身携带其他商人重要的宝物，那么当他经过危险的道路时，商队中有一个人大声地说，我们大家不要恐怖，不要恐慌，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应该冷静沉得住气，我们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么好，关于普门品的经文，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扭卸枷锁，敛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悉皆断坏，即得解脱。若3000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积持重宝经过显露，其中一人作事畅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感恩大家，我是优步。